嗨，大家好，我是 Irene 玲玲。那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系上专业同学，供应链管理的2位人士，跟我一起来聊聊这一集的访谈。大家好，我是肖。我是 Abby。今天要聊点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谈谈我们在 Newcastle University 的专业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那其实这个科系我跟了大部分的一些就是台湾或是华人的朋友讲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不太知道这个科系在做什么。就是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专业，然后讲一下我们平常上课的生活之类的。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好，首先呢，你们学习的这个供应链管理这个硕士的专业课，它课程的内容都有什么？然后呢，它比如说未来的出路啊，或者对准的一些工作方向都有什么？按照我们课上学的知识，就是说，供应链这个东西，它跟物流其实是属于一个包含关系。然后最早的理论认为，供应链只是物流的一个子学科，但是实际上学下来，然后包括我们课上所讲的观念，目前的观念认为是，供应链其实是物流的一个母学科，就是它包括了一个更大的范围，然后涵盖了更多的一些机构啊，不同的角色，不仅仅是物流这种生产到配送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包括最早的这种原材料的采购啊这些，过程当中的质量管控都包括在内了，其实是一个更广的概念。然后我们的专业名字呢叫这个运营、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概念可以说是逐级增大的。简单来说，也就叫供应链管理，和其他很多高校都是一个相应的学科。这个学科其实也就是最近4-5年，刚刚对陆续开设的一个专业吧。然后可能这个算是比较新的，可能这个概念大概也就是提出来了10几年，然后学校真正开始教这门课，也就是4-5年的样子。我们学校好像也是。我们毕业后的出路其实也蛮广的。那确实。像供应链，它其实就是一个，我是觉得所有的公司都需要供应链，对，它就是感觉是一个一整套从上游到下游，对，只是你会想要碰哪一环？感觉就是，这个公司它但凡有一点实体的这种产品，其实都涵盖供应链吧。就除非是那种纯粹的咨询公司可能不是那么需要就纯知识产权的，就是但凡它有一点实体的，其实都可以参与。尤其是像现在这个电商行业兴起的非常快嘛，就基本上已经相当于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吧，就是像网购呀，然后还有什么一些电商之类的，它都是需要供应链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存在的，所以说供应链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上来第一题就这么难。你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就是去念这个专业，就是供应链管理？然后呢，它跟我们就是跟你们的，就是比如说未来的工作，或者是跟你们这个大学的学位，就是有没有什么关系？相关性的话，其实算是有一些相关吧。就是我本科的话，我在国内学的是工程管理，然后其实我得到的不是工学学士，也是管理学学士。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也是供应链管理嘛，就是很多管理的东西都是相通的，一些基础的理论啊，还有一些包括什么就是运营管理这些，我们本科其实也都有在学，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经济学，类似于经济学的东西，本科都有在学，算是还是有挺多交叉的部分吧。那你觉得你大学毕业后你有工作？有的。我今年已经27了，工作3年半了。老大哥是。这期间就你的工作是跟供应链有相关，出到边算是有一点相关吧，就是也是贴边，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就是选到这个专业嘛。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了这个建筑公司，施工单位，然后去修这个高速公路的，对，下工地修高速公路的。然后我本身呢，我是管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分部叫经营部，经营部的话就是管一些合同管理啊，然后也会做一些采购啊，做一些分包啊这些，然后我都有在管，包括整个项目的这个结算工作，相当于我觉得还挺接近于就是供应链管理的。我没有就是说亲自在工地现场
就是那个叫做土木工程嘛，然后我是工程管理，就还好占了一个管理的边儿，没有让我去管理的领导没有让我去工地上去看他们打灰儿，打灰儿就是打混凝土叫打灰儿，然后还好吧。管理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很跨地域性或跨国界的对，所以我记得你说你之前有在调派去对，是很有趣是之前因为国内有这个疫情嘛，然后就业情况，我毕业的那年，我毕业的时候是19年的9月份，然后疫情是19年的12月份大概，其实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疫情，然后当时也是心比较向往远方，然后就背着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我找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直接和 HR 就签了，就谈的非常好，然后就直接就签了之后毕业了，那顺理成章了就签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工作地点是在非洲或者是中南亚啊东南亚这些地方啊，不是说特别发达的地方啊，正是这样的地方才需要有人去建设。然后我父母听到了之后第一时间比较震惊，那后来慢慢的也就接受了，然后我就去的在非洲那边工作。到我了。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の大学の専門は日本語です。我大学是学日语的，然后所以可以说跟现在学的专业丝毫不相关。对，全然関係ないし。对，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比较跳脱的人，就是我大学学的专业跟我毕业之后做的工作专业完全不相关，然后就是 totally different 那种感觉。那这种情况下，你申请这个专业的 offer 不会有一些什么限制？但是供应链就是这个专业跟我工作是有一些相关的。我的工作是做采销，然后是在那个电商平台，就是京东，然后在做那个采销的工作。采销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采购跟销售，然后分成这两部分的工作。但是我的工作其实更多是会 focus 在销售上面，然后采购的话会有一些涉及，但是不是很多。然后我个人其实是更想往采购这方面去转，然后所以说我想趁着自己还年轻的时候，然后更多的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能吸收一些更多专业知识吧。所以说这是我想选择供应链管理的原因。像我自己，我大学是念不动产科系的，毕业后的出路，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先跑去建设公司，建设单位的不动。建设单位是甲方，对，出钱的那方对吧？对，我是乙方，干活的这方。对，就是工地方面啊，对，所以某种意义上你是金主爸爸，对，就是看到我们都得低头的。对，可是去建设公司我待了其实也才短半年，然后那时候我是在从事不动产开发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因缘际会下很幸运的就转到了真的是有兴趣的产业，那就是在百货商场，然后我做商场的规划跟品牌招商。我在这方面做了有将近已经快4年的时间。这个有点像是你是开发的那个岗，还是说运营的岗？开发啊，前期开发招标，有点像物业，前期物业是。对，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运营百货公司，就购物中心，这样对，所以就是从前期的规划投资，然后一直到实际的开始招商，招商就是直接开始联系一些品牌端，然后询问他们要不要进来，就是设柜，设柜开店，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的工作其实也是比较偏向是一连串的，就是从前期的开发一直到招商洽谈厂商，然后一直到他们真的进来设柜，我也是要去我们的百货现场，就是工地监工，然后一直到开店，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会觉得在一个产业链上，它还是属于比较下游的阶段。就下游就是已经是实际我们对接到的已经是消费者，就是最终的零售端。所以在这一个产业做了很久之后，也是决心就是喜欢这个产业，所以反而才会想要
把上游的东西去搞懂。上游就是，因为我们百货商场，我们去接洽品牌的，他们都已经有产品、物品，然后也有行销这些，可是他们上面的这些物件的来源，对，就是怎么来的，我会觉得反而才是另外一个在疫情下会需要突破的盲点，因为以我们这种接触到消费者行为，会觉得现在的产品它的在供需链上其实已经是供大于求了，所以大家都是在采购方面说是要从哪一个，比方说地球的哪一边可以采购到最便宜的地方来，已经比较不会说一个新的企业它还要重新自己去制造，因为现在产品就已经过多了所以大概这样子，所以我才选供应链管理。感觉你说出来的东西好有实用价值，就是而且真的很是一种求学向上的感觉。你确实是想知道什么东西。其实我说起来有点惭愧的话，就是我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跳出我原有的这个工作环境。我其实本质上我是想改行，因为刚才也说了工地嘛，就是我不太愿意说对一直随着工地跑来跑去，工地在哪我在哪，我是为了摆脱原来的一个就是说原来的一个现状吧，然后才挑的现在这个专业，而不像艾瑞你是属于真的就是想提升自己，想要知道什么这种。其实感觉艾薇也是有一点吧，想要改变一下原有的状况。对，是的，加强就加深那一个专业程度。我们几个都是工作之后，其实我们专业好像很多同学都是感觉大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然后带着自己学过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些未来想学习的心理这个怎么讲想法，然后来带着问题去学我们的专业。是就应届生很少，对，可能有，我认识的没有。我认识的也有是吗？有，但是也有应届，就是刚毕业直接就因为我觉得可能供应链这个专业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新吧，然后大家就刚毕业的同学，如果说你本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他可能都不会知道供应链它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所以说可能是更多的有了一定工作经验，然后接触过这个方面的人，他想来在这个方面更加深入的学习跟了解。我们呢已经来英国就已经5个多月了嘛，然后大家觉得就是英国和就是国内有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什么交通啊、人文环境啊、娱乐呀，以及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啊等等。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凌晨1、2点的街道吧，因为就是来了这边之后会发现凌晨1、2点，尤其是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就比如说万圣节呀，然后还有什么圣诞节，然后就之类的这种节日，凌晨的街道人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很热闹，然后大家都会去 clubbing， 然后就是其实纽卡算是英国的东北部嘛，它温度冬天还是蛮冷的，但是有很多就是辣妹会穿的很少，然后就能看出来她们很冷，但是依然很坚定的穿的很少，然后在寒风里站着排队要进去玩乐。这里的夜生活是很丰富。教育体制我再说2句吧。教育体制来这边之后给我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Canvas 这个东西Canvas 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教学楼当中的一些不知道用汉语怎么说，就是 well-being 的一些设施，就是非常的人性化。比方说照顾一些就是残障人士的，就基本上几乎所有台阶的位置都一定会有斜坡，就方便轮椅这些。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像一些有时候就是问卷吧，然后他或者说在网络上填一些那种表格之类的，就选那个性别的时候，它有好多选项，男女，然后什么 other， 然后还有什么跨性别者，然后还有什么就各种好多不方便回答。对，好多还有一个选项是我不方便说，见过。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包容、多元化、包容。像其实在国内的话，基本性别就是男跟女，没有其他。对，我觉得就是英国还有一个地方做的特别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图书馆，
就是图书馆的厕所，它是会给女生准备姨妈条，就是那个卫生棉条的。哦，说到这个我还很尴尬。因为可能在国内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来姨妈就是有那种羞耻之心，你知道吧？就还是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东西。但我觉得英国这一点就会做的特别人性化，就是很好。不仅仅是在厕所，它其实就摆在外面了，对，就是拐角有个台子，上面就放着一盒。然后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我说好贴心啊，就是为了同学准备一些可能是应急药品，因为图书馆它这个位置离周边的一些设施可能还是稍微有点远，就是可能你走路到最近的这个街区，可能也要个5、7、8分钟。然后他可能准备一些药品，什么头疼啊、肚子疼这些药。后来一看，我仔细看了看，发现不是，我以为是什么熬夜用的什么速溶咖啡之类的。我在想啊，对，醒脑贴之类的。然后拿起来看了好久好久，然后后来才发现啊，对，后来才发现这是棉条，然后整盒都是棉条，然后我就放回去，然后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看我，这种就有点奇怪嘛。但是确实就是这些东西还挺对，其实这样子感觉还挺神奇的，就是不一样啊。像真的是校园，因为可能我们就是在念书嘛，就是校园这个环境其实真的是跟国内我觉得真的是蛮大的区别。因为像其实英国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一种寓教于乐这四个字完全体现。是的，我像学校其实有办很多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有一些是玩乐方面，可我觉得有些又是比较偏议题方面。像有一次我只在学校逛，也有看到他们说今天是什么，比方说 Greenery Day， 然后就卖很多植物，然后绿手指这种workshop 什么的，所以就是在宣扬说现在是一个环保议题的节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寓教于乐，因为没有人会记得比较死的知识，是的。可是你在玩或是透过参加这些体验，它反而这个价值观念才能真的深入啊。是的，是的。另外，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英国的公园，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徒步的地方，因为英国它还是蛮算地广人稀的嘛，它会有很多那种很大的像郊区的地方，然后它可能比较适合徒步，然后或者说你找一天没事的下午，和你的好朋友就一起去这里晒晒太阳呀，然后在草地上坐一坐，聊聊天，就很舒适，很放松。然后我觉得这里的就是狗狗很友好的国家，狗狗可以上地铁，狗狗可以上火车，然后狗狗可以进超市，然后尤其是像公园的话，简直就是狗狗的天堂，会有很多很多人，然后带着狗狗一起去玩，然后就是做一些互动呀，然后在遛狗的时候，自己身心也得到了放松。我很喜欢这种氛围。狗狗这边的狗狗好像都很有礼貌的样子，就是感觉，而且大狗比较多。对，就是大狗是更多的。那今天以上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严肃专业的分享，就是在英国念我们现在的大学念供应链管理，或是这一个系它的出入跟我们之前的一些职涯的方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多少有一点点的分享跟帮助。辛苦了，幕后。没事，不辛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